芬多奇，我问你哦。你的能量状态遇到了一个跟你不同频率的，所以你们接触到的时候，你身体会有反应，就很像是如果说现在冷气从出风口这样吹过来，你不是风，而风来了，它跟你是不一样的物质状态，所以你们撞到的时候，你会有感受啊。其实每一个人的身体感受，就是因为你跟你能量的振动频率不同的东西接触到了，所以有人会麻，有人会酸，有人会痛，有人用抖的，有人会觉得，是心情上面的感受。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啊？你怎么感觉？那才是重点啊！当你看完这个影片了以后，你是觉得你活得变大了，还是你觉得你自己变渺小了？这是你的感觉啊！你是舒服的还是难过的？是释放的还是被压抑的？每一个人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因为每一个人振动频率本来就不同嘛。其实你们现在看起来好像密度很高，有肉有血，可是呢，其实当你们每一个人的细胞分解到最里面、最里面、最里面、最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里面什么都没有，就只有很纯粹的能量。能量就用一个波的方式，然后在这里跳动着，跳动的小东西越来越多，就会聚合成一个细胞，然后细胞跟细胞之间啵，最后面就组合成一个人。传讯有时候也常在说能量体，说神是能量体，鬼是能量体，其实人也是能量体，只是因为振动的频率的快慢不同，于是呢，你们好像比鬼更轻盈，可是比神更沉重的感觉。物质也只是能量振动之后所聚合起来的东西而已，只是因为密度够高，所以看起来像是物质。没有关系啊，他不是写出来就想要让我看懂吗？你有觉得你很想要去看懂，那你就去找人看懂啊。但是他有时候写出来就是需要被抒发，你就要注意的是，当你在写这个东西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那个才是重点。因为很多时候，当一个能量被抒发的时候，背后面其实会带有一个意念的。当你在写的时候，你感觉到了什么呢？每一个人在写的东西的意念都不同，而你带着这样子的文字去给不同的人解读的时候，他其实也都可以解读到完全不一样的意思哦。其实大宝写的那个天文当初说是广泽尊王传下来的讯息，但如果今天他把它拿到一个不是冠老师面前的人去解读的话，也有可能解读出完全不一样的讯息哦。它并不是一个像英文翻中文、日文翻国语那么简单的一个事情哦。这个听起来很复杂。冠老师看的就是广泽尊王的讯息，那搞不好给别人看，可能就是观音菩萨的讯息。不是这样子的。你可以把它想象，它如果就是一个波，大宝那个时候在纸上面传下了一首古典乐的声波，因为冠老师他熟知古典乐，于是他说这是孟德尔颂的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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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呢，他把它拿到一个完全不懂古典乐的人手上，他说，有一点声音，尖尖的，每一个人可以解读的那个能力是有差别的。那为什么会使用这样的方式来传递给老师呢？那是因为广泽尊王知道老师懂古典乐啊，他知道我用这个方式来传递的话，你是可以懂我的嘛，我不会对牛弹琴啊。所以是因为有确定的对话对象。是。你跟你们家的猫咪讲话的时候，你跟你们家长辈讲话的时候，你讲的用语都会不一样啊。你也不会跟小朋友讲工作的事吧？所以讯息那个时候是一个有指向性的传递。他会知道解读的人是容易去接收跟解释的。如果今天把这个拿去给别人读的话，可能又会解读不出来这个讯息想要传达的那些内容。这很像是我们之前在说到指导灵也是这个样子的。指导灵在面对不同的人的时候，他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表现他、表达他的意思啊。所以并不是每一个人在接指导灵的时候都是像大宝跟我之间这样子用一种好像拟人化的方式用言语的。指导灵的化身也是可以有很多种讯息，要怎么样去转译讯息，用什么方式来承载讯息，是谁在读，都会有完全不一样的表现方法。遇见一个能量体，你一定会有感觉。其实这个在你们的每一天日常生活中，你们一直都会遇到啊。我走进这间餐厅，我感觉到舒服；我走进这个地方，我觉得有点烦。其实你们很快都能够感知到，但是你们其实对于这样子观察自己的方式是很不熟悉，也不习惯，没有去练习的。当你能够去相信这些感受，而不是去压抑它，觉得说，这个只是一个我的错觉吧，怎么会这样想呢？没有。
如果你去压抑它的话，你又再一次的把这个练习、把这个感官给关掉了。而当很多不同的能量体聚合在一个场地的时候，你一定走进去就可以知道啊，这边的能量场大家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是可以感知到的，因为你也是一个能量体，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只要很仔细的在观察我自己，我就会慢慢对能量越来越敏感嘛。对啊，你们明明每一个人都是能量体的聚合啊，可是你们从小到大有在学习这件事情吗？有在感知到自己是吗？你们在学的都是跟能量没有相关的所有的知识啊，这样子久了之后，你们会衍生出一个你们常讲的逻辑啊、理性啊，好像对于能量的感受性强，就是很情绪化啊，然后甚至有一些情绪被你们定义为负面的、黑暗的，是不可表达的，然后你们就会把这样的能量给压抑下去。可这个东西其实并没有真的离开你，于是你就会抱着它继续行走在你的生活当中，那就会变得非常的辛苦。然后你们明明都对这个东西是有感受的，可是你们选择压抑它，选择忽视它，选择自己好像没有感觉，因为你们遵从的是一种很理性的、很不需要有感受力的、很有逻辑的那样的世界。但是你们其实也对这样的世界没有很满意。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来到这个时间点，是不是可以去重新思考一下？用另外一种方式也可以过生活的话，要不要去试试看？你要去观察你的心。每一个人内在都有一个 GPS， 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器，因为你们自己本身就是能量体。所有的人事物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你都有感受，你要愿意去看见它，去感觉它，它是存在的，不要压抑跟故意的无视它。而当你越能够去珍惜自己的感受的时候，你就会对能量越来越敏感，不会这么样的麻木。